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哥。现在我们要进行的科目是这颗六缸分油盘从台北市来的，W126的300 SEL 六缸分油盘的故障检测。W126的车子到目前为止应该都超过35岁。那我们看报废厂的车子有些状况看起来还蛮新的，但是车主就会忍痛把它报废。那当然一定是开起来不顺手，开起来不安心，然后毛病特别多，引擎动不动就熄火，或者是发不起来。其实30年的车都应该要报废了。我们看一下，奥迪、Volvo、BMW。30年的同等级的高阶车种几乎也都报废了，只剩下这个年代的宾士车，车主都舍不得，怎么看内外都没有报废的道理，但是开起来就是不安心，动不动就熄火，或者是说抖动，有时候验车又验不过，其实这个原因，30年的老车。它缸体，因为它都不是问题，因为它缸体都不是 turbo 的。那如果以 W126 是 M103六缸引擎的话，它下半身是铸铁的。如果说正常使用不缺油不缺水，跑50万公里都不是问题。那为什么30多年以后的 W126都面临到开起来不安心的问题？其实这个都是因为供油系统被油箱污染了。30多年下来的油箱，就像楼上的水塔，30年的水塔。何况我们水塔是天天在使用的。我们一般来讲，10年就一定要请水电帮我们清洗水塔，否则我们会闻到臭水味。油箱就跟水塔一样，它是提供汽油的地方。那30多年下来的油箱，累积下来的脏东西，最大部分其实应该是，加油站，加油站的沙子还小部分，应该讲说是油箱里面的铁锈，因为汽油本身会吸水，那后半段的这个年限我们在使用的时候，车子又不常开，因为它不好开，喜欢它又怕又没办法带它出门，结果汽油。高挥发性的东西挥发掉以后，留下来的胶质还有铁锈，就把我们的供油系统污染了。W126的话，就是机械式喷射，就是六缸分油盘。我们来看看这个污染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。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，来看看这颗分油盘它到底目前的出油状况是怎么样？好，大哥打开电源，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分钟。好，开始。有正常的出油量这是行进当中的出油量，在大哥记载上面应该是在70 ml 左右。如果堵塞的话，它可能会面临到全面供油不足，有可能带不到堵塞，六缸平均供油不足。这个时候呢，怠速应该还算稳定，但是车子跑起来没力，尤其在爬山的时候，总感觉它有气无力的，然后引擎又容易过热，因为稀薄燃烧会造成引擎过热，对引擎是伤害比较大。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可能有1-2缸供油比较少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车子就会造成抖动。我们请保养厂帮我们调整怠速混合比的油气混合比。调好之后呢，又发现说，好，时间到，关闭电源，关闭定时器。那本来是大的抖动因为调整以后变成小的抖动，然后就造成因为我们把油量增加，那其他5缸就供油过多，那就会造成
排气管冒黑烟，那这个现象可能造成验车也验不过，这个永远摆不平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出油量。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缸。我们看下来，它出油量很平均，都落在100mol左右。第一缸100，第二缸100，第三缸100，第四缸100，第五缸100，第六缸100。这很明显就大有道堵塞，跟机台上面要求的170 mol 就差了，我100 mol 差70 mol 就差了50%、40%左右了。这个现象会造成引擎过热，而且冷车可能发动没问题，热车就不好发了，因为它供油过稀，吃不到油。所以这部车子的现象，冷车发动应该 OK， 但热车的时候呢，问题就来了不好发动，或者发动起来就会抖动很严重。我们等大哥整修过之后，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。这颗编号44052，从台北市来的 W16300 SEL 的6缸分油盘，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。那在整修之前，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，全油1分钟全油门，在大哥机台上面出油量大概都落在100 mol 左右，而且相当平均。这个是大油道堵塞。会造成供油不足、吸不燃烧热车不好发动。那我们整修过之后，我们来看看它的出油量是不是在大哥机台上面应该达到在170 mol 左右。大哥打开电源，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分钟。好，开始。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在测试行进当中的出油量，也就是系统的出油量。这个出油量会绝对影响到我们行进当中的油气混合比。如果供油过多，就会就会造成燃烧不完全。一般来讲，堵塞都会造成供油不足。我们经过整修过之后呢，这个分油盘理论上应该在20年以内，不应该再堵塞。如果油箱的污染我们能够控制住的话，所以说它应该在20年以内，这个供油系统应该是身体健康。我们很快乐的带它出门，把它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这是一件很赏心悦目的事情。OK， 好，时间到，关闭电源，关闭定时器。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缸。第一缸170，第二缸170，第三缸170，第四缸170，第五缸也是170，第六缸稍微多一点172，第五缸172，第六缸也是170。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%，我们看下来，它的误差应该在3%以内其实误差值我们已经看不出来了成绩算是相当优秀了。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6缸分油盘，编号44052，从台北市来的 W126 的300 SEL 的6缸分油盘完修后测试第二阶段。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。OK， 大哥打开电源，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0分钟。好，开始。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在测试这颗分油盘，它在怠速的时候，它的出油量是不是稳定，是不是平均？跟我们前一阶段测试的1分钟全油门是在测试它行进当中的出油量。这个阶段的测试十分重要。
因为它会决定我们怠速的稳定性，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误差值是越小越好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等我们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。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这颗W126的300 SEL 6缸分油盘，编号44052的完修后第2阶段测试，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。OK， 好，时间到，关闭电源，关闭定时器。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缸。哦，这出油量相当漂亮，几乎完美。第1缸200，第2缸210，第3缸200，第4缸210，第5缸210，第6缸200。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%，我们看下来，它的误差应该是3%左右。经过我们这次的整修过之后，这个分油盘理论上它应该在20年以内不应该堵塞。如果说我们的油箱状况能够控制良好的话，老车常常跑，身体健康。人90岁报废，车子30年报废，35年的车应该120岁了。老人家就是需要血液循环，多运动，能跑能跳当然最好。那如果不能走，躺在床上，马上就挂了，面临报废。我们希望这车子如果不开1个礼拜，一定要发动10分钟，最好常常开，打扮漂亮，礼拜天带它出门，身体健康，我们心情愉快。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，拜拜。